看到九寨沟的第一眼，我惊呆了。这哪是看风景，我明明就是在赶集。万幸没有被第一眼劝退。4天后，我由黑转粉，爱上了阿坝州。来到这里才知道，原来有的风景真的会令人心跳加速，而整个旅程中最令我心动的景色，却在熙熙攘攘的景区之外。第3天早上，拉着爸爸到中茶沟骑马。中茶沟号称是九寨沟的后花园，离酒店只有10分钟左右的车程。说是骑马，其实驯马师会全程带着马儿，因为山路崎岖狭窄，自己骑会有危险。在山上看到一些被地震摧毁的房子，大多数已经没有人住，只有这一户一个人仍然坚守在此。很好奇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这样不怕孤独。我们还会碰到牦牛吗？就这样在优美的峡谷里走了1个小时，辛苦了驯马师跟马儿。对，那个就那个是这2个是奶牛吧？黄牛啊，对，那是山上好多黄牛。那这个还有这2个都是。2天前来九寨只看到了一半的景色，今天回来2刷。本来打算从右线开始，却被要换班的司机扔在了树正群海。意外地发现，今天树正群海的彩林比2天前来的鲜艳得多。秋意渐浓，原来1天的变化就很明显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从树正群海开始，往内环栈道走，补上之前错过的老虎海。在这儿，岸边斑斓的彩林向山上蔓延，在蓝宝石一样的湖水上印下倒影。据说因为彩林的倒影像老虎的斑纹而得名老虎海。我们沿着内环栈道一直往前走，人比外环要少很多，舒舒服服的就走到了犀牛海。犀牛海四周的山正是层林渐染的时候，阴天更显得秋山颜色鲜艳，只能用风光无限来形容。能在秋色登峰造极的时刻和家人在九寨沟惬意的散步，瞬间觉得这一年搬过的砖都好值得。坐观光车去外资的右上，从建筑海开始往下玩。建筑海是英雄的取景地之一，想象中是无名残剑水上斗剑的场景，却莫名的想哼唱起周杰伦的《稻香》，可能是因为不同季节的水位不同。走到熊猫海瀑布，太阳露出了一个小脸儿。山区天气一会儿一个样，很难有准确的天气预报，所以在哪儿赶上什么样的天气都是靠缘分。今天在熊猫海赶上了天晴，就当和这里特别有缘。一有阳光，水立刻折射出五彩光泽，小小的一片水面倒映了整个秋天。沿着溪流再走上一段路，就到了熊猫海的主要水域。那一大片纯净的湖蓝，不需要倒影，无需彩林的装饰，只从它身边走过，心情不由自主的就会变得无比愉悦。随观光车回到中转站，步行走向诺日朗瀑布。在藏语中，诺日朗是伟岸高大的意思。瀑布落差虽然只有20米，但宽度达到270米，是中国最宽的瀑布。诺日朗之名当之无愧。当时不知道瀑布附近有一个观景台，可以俯瞰整个瀑布的全景，这次可惜错过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留点遗憾是为了下次的到来。这一天的体验和上一次完全不同，一点都不挤，直到我们再一次坐上观光车回到门口。但是能经过我心爱的芦苇海，挤挤也无妨。九寨沟，江湖再见。进沟2次，还没有去过右线尽头的原始森林，也没有去扎如寺附近，还没看过雪林，也想再看看春花，所以这里起码可以再来3次。晚上，弟弟出去买了肯德基的外卖，配酒店赠送的小吃和酒水，一家人狼吞虎咽，度过在九寨沟的最后一个夜晚。在这里的最后一天，傍晚的飞机，白天仍然是满满的行程。走之前，再来一个简短的白天 room tour。
作为一个独栋 villa， 这里的客厅大到离谱，有餐饮区、娱乐区和会客区。没在这个大露台上睡个午觉，也觉得有点对不起他。可惜时间有限，在酒店里葛优躺和玩得尽兴不可兼得，但还是很开心能在这里和家人度过一段难得的相聚时光。再度出发，今天要翻山越岭去神仙池，一路上秋色绝美，爸妈一次又一次由衷地被美景打动，甚至开始幻想起在这儿有个小房子的神仙生活。说起来，我妈在很多年前来过九寨沟，当时人还没有这么多，黄龙还没有索道，还没有大地震，也没有隧道，更没有高铁，景色更加自然纯粹，所以看美景也要趁早，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？我看这里面比九寨沟里面那个景区里面漂亮。你看。去神仙池的路上要经过一段非常蜿蜒的山道，以有28道连续的拐弯而出名。毫无预兆的，随着海拔的上升，眼前的景色突然从秋天变成了冬天。从第16道拐开始，已经是一派山舞银蛇、原驰蜡象的北国风光。到了第28道拐，我真实地感到被大自然震撼到的心跳。越过冰封的山，就到了神仙池。相比九寨沟和黄龙的盛名，神仙池要冷门得多，景观也更加的自然原始。当天下着小雨，这里格外安静，甚至绝大多数的路段，我都得以独享这超凡脱俗的美景。一路往山上走，这里的五彩湖泊和钙化池也相当惊艳，但是少了喧闹，可以静静矗立，聆听淅淅沥沥的雨声，一切烦恼焦虑消失不见，心里是最单纯的面对自然的喜悦，连步伐都变得轻松。远山、丘陵、水波，若有似无飘荡的雾，真的仿佛是水彩画中的仙境。一路走到了摸佛洞，安静的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。遗憾的是，今天再往上的路不开，但没关系，我已经12万分的满足。从另一条路径走下山，想将此情此景深深地印在心里。因为这里爬升比较高，前面一段和爸爸妈妈分开走，这会儿偶遇他俩，看到爸爸坚持要帮妈妈拍照的画面。这两个人虽然平时常常拌嘴，也总跟我吐槽对方，但路遇坎坷，总会在行动上互相扶持，也是一种爱的语言。再见喽，神仙池，你在我心里是满分。玩过了九寨沟、黄龙、神仙池，每天已经把美美美说上了1万遍，应该不会有更美的风景了吧？然而回去的路上，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最美的风景在沿途。在进入神仙池隧道之前，山上云雾蒸腾，彩鳞斑斓，像油彩一样点缀在山间，溪流潺潺而下，蜿蜒的盘山公路仿佛通往仙境的道路。每当我们忍不住停下车，对着无人的山谷大呼小叫。再开上一段路，在山腰上面对层林尽染的山谷，已经没有言语可以表达它的美，只有彼此会心一笑，分享这一刻良辰美景。
只觉得造物主真神奇，活着真美好。不想走，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我觉得神仙池真的值得一去，就是光那路上那风景，沿途的风景好看，那两地方那比九寨沟还漂亮，九寨沟都拍不出那个。就是，走了。OK。就这样，坐上2024年最后一班飞回北京的航班回家了。到现在仍然依依不舍，还想看千里冰封的九寨沟，想去听说很美的毕棚沟，想去打鼓冰川，一路玩到成都，然后在那里过上几天悠闲的日子。虽然要面对现实回去搬砖，但美梦还是要做一做的，万一哪天实现了呢？